鸿蒙开辟龙凤节，万缘千会弹指过。不见仙台登临阁，只闻重箫旧华歌。灵娥，你且听好。话自上古巫妖大战后，天道大兴人族，我人族炼器士渐渐占据除北距泸州之外大多之地，遍布3000大市，无数小千世界。但南赡部洲因是人族气运之所，故限制我等进出。此地乃东胜神州3界1等1的修行之地。灵娥，你瞧前面这些仙山是不是中秀慧灵，十分的气派呀？很气派呢。能在接近中神州之地占据一处灵脉，咱们宗门实力那是无比雄厚啊。那师父，咱们为什么不直接去中神州占一处灵脉呢？中神州之地太多厉害人物，在那儿占灵脉每天都不安生，倒是不如在此地清静自在。灵娥呀，徒儿在。今日为师带你进此仙门，今后你要好好修行，不可有半分懈怠，争取早日修炼有成，踏仙途求长生，得那份逍遥道果。可是师父，您成仙了吗？为师早些年修行出了些差错，不过成仙也就在这10-20年间了。走，且随为师入阵。你要记住，咱们道场名为渡仙门，开山祖师乃当今仙神榜上赫赫有名的西昆仑渡厄真人，所传道程为一气正天道，这是极高深的长生妙法，可都记住了？这可是你今后的根脚，不可忘却哦。徒儿都记住了。女童十分认真地点点头。老道甩了甩拂尘，驾着白云朝着前方大阵缓缓靠近，手中也拿出了一只巴掌大小的玉符。就见玉符闪烁出莹莹绿光，护山大阵便缓缓裂出了一条缝隙。老道带着女童驾云入内。这对师徒刚进阵，几只白鹤就从云间低掠而来，其上站着几名身着道袍彩裙的年轻人，正是此时负责巡山的内门弟子。齐恩师叔早。早啊。这女童是您新收的徒弟吧？真水灵。哎呀，过奖。灵娥呀，快见过你2位师姐。灵娥见过2位师姐。哎呦，真乖。这孩子真懂事儿。那齐恩师叔，您先忙，我们接着去巡山了。去吧。哇，师父，灵娥什么时候能踩着仙鹤御空呀？待你练出了胸中武器，自可御物而行。你见的那是仙鹤，其实都是一些法器所化。不要着急，修行要慢慢来才是。为师先带你回咱们峰上，再为你办理入门诸多事务。虽说咱们一脉如今只有你我师徒3人，但也在门内独占了一座山头，这着实是莫大的殊荣。
啊。1、2，师傅，可是咱们只有2个人呀。哦，为师这一路上没有告诉你吗？哎呦，瞧为师这记性。哎，你上面还有一个师兄，为师100年前收的徒弟，现如今也算是能独当一面的良才了。就是有些师傅，你笑的好奇怪呀。灵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大师兄练功也出了点问题，经常会胡言乱语，而且还有一些歪门邪道的论调。你今后可以找他请教修行，但千万不要听他说那些做人的道理，为人处事方面，为师会着重教你。徒儿知道了。瞧，这就是咱们的小琼峰了啊！顺着浮尘飘起的尾尖看去，就见在几座挺拔的山峰之间，夹杂着一座有点发育不良的矮山头。不同于山门内各处雕梁画栋藏于林，飞檐宝塔挂尖顶的景象，这一座山头更质朴也更简单，像是一片平日里少有人踏足之地。茂密的丛林中能见到许多珍禽走兽，仅有的几座建筑物就是在半山腰小湖旁的2只草庐，以及草庐旁的几处药圃。老道怡然自得，驾着白云，带着女童，径直落去了半山腰处，又经过了一层简单的阵法。这里的阵法只有隔绝外部探查的效果，因渡仙门门规限制，护山大阵之内只有后山禁地设有防护大阵。落到茅庐前，白云自行消散。哇，这草好软啊！哇，空气也好香啊！湖里还有小鱼！哇，小鱼！长寿啊，还不出来见一见你师妹？师门中修行的师兄，肯定是一位英明神武、风度翩翩的仙人，肯定像极了我从小听到的传说故事中那些斩妖除魔的英雄豪杰。长寿，你在屋里躲着作甚？还不好意思啦？奇怪，气息明明是在里面。哦，药香，纸人。哎呀，糟了，是长寿配的软仙香。这一老一小突然开始前摇后晃，老道面色一变，拽着女童就向外急退。水声。湖面上，一道修长的身影正呈冲天而起的态势。他只穿着一条黑色长裤，精壮且匀称的肌肉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微弱的亮光。湿漉漉的长发甩出2道亮晶晶的水帘。阳光刚好，这青年还算英俊的脸庞映在那女童眼底，让她的小脸儿瞬间窜红。但她尚未修行，如何经得住药力上头？不等完全摔倒，就彻底昏了过去，小脸儿依旧红彤彤的。果然是想象中英武的大师兄。兰陵娥做了个梦，
梦里面，他被一位老神仙收做了徒弟，还带回了神仙的住所，又见到了一位从水里跳出来的英俊师兄。哼，混账！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现在连师傅都敢算计了。好像这不是梦啊，师傅，您消消气。就是刚刚发生的事。弟子只是防患于未然，又刚好要修行水遁之法，就做了这防贼的布置，去了湖中修行。弟子不知师傅您今日突然赶回来，不急不没能及缓的，时撤掉，让人不自觉就想多听几句呢。唉，我说长寿啊，这是在山门内，你做这种布置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哼，还防贼？咱们小穷峰就差点把这个穷字写成穷字了，哪里会有什么贼来光顾咱们？啊？长寿，师兄就是叫长寿吗？好朴素的道号啊，又透露出了师兄质朴单纯的美好愿望。我怎么动不了啊？之间近年竞争激烈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又不怎么关心这种事，眼皮也好重哦。又是咱们这一脉仅有不，师兄又说话了，嗓音好温暖，需要的。给我的感觉本来我们小穷峰在门内的存在感就好像母亲大人，也没什么靠山，说不定就会有人想要夺走咱们的1亩3分地，暗示算计。咱们渡仙门门规森严，怎可能会有这般事发生？唉，罢了罢了，为师说不得你了，整天这么多歪道理，也不见你修为怎么升。你在此地等灵娥醒过来，拿着为师的令牌，就带他去主峰登录名册，领取正式弟子的身份牌和月宫。哼，真是气煞我也！气煞我也！哎，师傅，你慢一些。为师闭关参悟无上妙道去了。七渊道长狠狠地一跺脚，身形化作一缕青烟，消失在此处草庐。眨眼的功夫，隔壁草庐顿时传来了一阵叮铃咣啷的声响，显然是道长解除了法术之后，又是一个重心不稳。唉，伴随着这一声叹息，竹床上躺着的女童双眼睁开了一条缝隙，看到了此时那个低头思索的身影。哇，师兄个头好高呢。唉，师父的底子还是太弱了一些，神魂之力不足，恐怕难以扛过成仙的天劫。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？倦意再次袭来，兰陵河不自觉又轻轻闭上双眼。很快又听到了越发清晰的脚步声。莫看他死时只有9岁，因灵智开得早，又生在一个人族俗世的权贵家，自小学习礼法，对各种事已经懵懵懂懂，一知半解。这般孤男寡女的情形，且是一个陌生男人不断地靠近自己，这在兰陵娥看来是不遵礼法的。但如果是自己师兄，以后就是如同亲兄长一般的人，好像也没什么。兰师妹，我是你师兄李长寿，现在我为你缓解阮仙香的药力，如果你能听到的话，请不要把我当作变态。我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的男人，我这是在说什么梦话？他刚开始修行，哪里抵得住这种药力？变态，价值观。哇，这些关于修仙的专用词藻好难理解哦。师兄不愧是炼气士，兰陵娥想努力地做出回应，避免在师兄面前太过于失礼，但是自己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，只有心念在活动。突然间，他感觉一张大手
轻轻地放在了自己额头。一缕缕清清凉凉的气息从额头汇入，瞬间流遍全身，让他感觉异常舒适。师兄在为我疗伤。虽然师父此前就说了很久，想再收一个徒弟，我也做足了心理准备，迎接小师妹或者小师弟的到来，但总归有几件事我还是颇为在意。趁机查看一下他的魂魄吧。魂魄与身体完美融洽，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应该没有被夺舍。资质似乎也不错，水与木的象性，就是不知道脾性如何。小师妹这个年纪，性格应该已经成型了，希望不是那种到处惹祸的性子。不过看长相，以后也可能是一个美人。自古红颜多祸水，这可能是一个冲突爆发点，要尽力避开才行。哦，再检查一下，是不是藏着魔种之类的东西吗？这个也是很有必要检查的。虽然发生的概率很低，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微小的可能性。防患于未然，总归是不差的。与此同时，师兄这是在做什么？感受着那只大手离开自己额头，开始在各处缓缓划过。正昏睡的兰陵娥，小脸儿也略微的有些发红。师兄，这样是不是太……这样未免有些失礼。小师妹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，没被夺舍，没被中魔，没有被下蛊下咒，也确实是一颗修仙的好苗子。入门检查正式通过，接下来就是关于开展对师妹的培训课程，这个也要好好准备才是。李长寿坐在床边，略微有些出神，随后便哑然失笑，低喃道：最好是这师妹不是那种喜欢惹是生非的性子，这样我沾上因果的概率就能大概跟此时保持一致了。回想上辈子，真是……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师父果然没说错，师兄有些怪怪的。兰陵娥眼前从模糊变得明亮，她总算是近距离见到了师兄。师兄果然长得一张棱角分明、俊美的脸庞，比母亲身边的那几个侍卫都要好看呢。师兄的表情有些让人提心吊胆。师兄的眼神好吓人。你刚才都听到了？没有。师兄怎么了？我有哪里惹师兄生气了吗？师兄这种表情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师兄。床边的青年缓缓站起身，低头俯瞰着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目光有少许的犹豫，但很快就用低沉的嗓音道：看着我，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哦，好。兰陵娥小声应着，脸蛋儿红彤彤的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随后她见自己师兄摇了摇头，慢慢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对着窗外一阵出神。他叫李长寿，当年拜师时也在自己的坚持之下，道号保持了长寿二字。跟兰陵娥猜测的也差不了太多，李长寿就是想着自己能活得更长一些，最好是能与天地同寿的那种。此刻李长寿正在回忆着自己刚才自言自语时透露出去的那些信息。
最大的破绽应该就是上辈子这3个字吧。我去，这100多年千防万防，没想到竟然在新来的小师妹面前暴露了我的秘密。唉，也许是我把秘密藏在心底太长时间了，忍不住就开始自言自语了。果然，要不然还是杀人灭口吧。杀人灭口。师兄的目光好吓人呢。师兄，刚才我说的话，绝对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灵儿记住了。一定不要跟任何人提，包括师父在内。好的，师兄。那好，先发个誓，用无上大道的名义。斜斜的日光中，坐在床上的女童额头渐渐挂满黑线，在旁边技术指导的监督下，抬着小手开始叙述那长达1000字，考虑了各种情况和前提条件的大道誓言。